丈夫離家3年多才回家，沒想到妻子挺着個大肚子到門口來迎接。正在這位丈夫吃驚惱怒之際，妻子身後跟上來一個2歲的小男孩，張口就叫爹。這位丈夫是一位讀書人，愣了片刻之後，他開口質問妻子：“馬氏，你這肚子怎麼回事？這男孩是誰？為什麼管我叫爹？”妻子一愣，納悶地抬手摸了摸丈夫的額頭：“相公，你沒發燒啊？怎麼大白天的說胡話？這不是咱們的兒子嗎？我肚子裡也是咱的孩子啊，難道你忘了？”這位讀書人張小生更生氣了，因為他在3年多之前以舉人的身份進京趕考，落榜之後一直沒有回家。今年再次參加會試、殿試，被皇上欽點為探花，然後婉言謝絕了丞相想招他為婿的要求，千里迢迢趕回家來，想要接了他的結髮之妻馬氏，一同到南省去赴任縣令。萬萬沒有想到，自己一片忠貞，卻換來了這麼大的一頂綠帽子。馬氏，我3年沒有回家，你這是跟誰生的孩子？此時的馬氏見丈夫滿臉嚴肅，一點也不像是開玩笑的樣子，她是既委屈又疑惑，趕忙探頭往左右看了看，沒有鄰居聽見他們的對話，這才一拉張小生的手：“先進屋說話吧。”進屋坐下之後，馬氏左手扶腰，右手托了托肚子，先是吃力地給丈夫倒了一杯茶水，然後才盡量輕聲慢語：“相公，剛才你說你3年沒有回家，這不對呀。那年你會試落榜回家之後，在縣衙謀了個師爺的職位，因為太忙，每天都是很晚才回家，天不亮就去衙門點卯。今天怎麼這麼早就回來了呢？還盡說些個胡話。”張小生也一直緊盯着妻子馬氏，看馬氏的表情，並沒有驚慌之色，不像是不守婦道的樣子。可這孩子和這大肚子是怎麼回事呢？難道是見鬼了不成？想到這兒，張小生把最後這句話脫口而出了。夫妻2人被這一句話都給嚇得不輕，禁不住機靈靈同時打了個冷戰。哎呀，難道這世上真有鬼，冒充我張小生，天天夜裡來家中睡覺？馬氏忽然想起來一個問題：“相公，既然你說你3年沒有回家，為什麼沒有回來呢？”張小生這才告訴馬氏，說：“我3年前落榜之後，與同樣沒有考中的同鄉王大生一起往家走。在過黃河的時候，2人租了一條船，船到河心才發現船底下有一個小洞，已經進水了。船裡水越來越多，我們倆就都落入了河中。我不會游泳，很快喝了一肚子的河水，什麼也不知道了。幸運的是，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我醒了，躺在一個大戶人家的床上，原來是被一位富商給救了，養了半年的病，身體才復原。後來富商見我有才，打算把我留在他家，資助我繼續讀書，來年再趕考。我就給你寫了幾封書信，你也沒有回書。今年富商派家奴代替我回來縣衙，重新開了保潔文書，我這才再次趕考，中了探花。对了，這不是……說着話，張小生又打懷裡掏出來一紙文書：“娘子，你看，這是我的縣令任命狀。”馬氏接過來這麼一看，哎呀呀，莫非3年了，天天晚上來家裡睡覺的，真的是鬼不成？此時的夫妻2人可都害怕極了。相公，我想起来了，最近我懷孕月份大了，行動不便，晚上的那個你呀，
每天白天讓縣衙一個名叫李才文的公差到家裡來送飯，一會兒他就該到了。我看你跟這個李才文當面對證一下，也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了。張小生點頭稱是，夫妻倆坐在屋裡就這麼等着。可是由中午等到下午，從下午等到天黑，這位送飯的衙役李才文也沒見蹤影。其實他們不知道，這李才文早已經來過了，在門口聽到屋裡有人說話，他聽出來是馬氏與丈夫張小生在對話。這家伙拎着食盒一轉身，哧溜一聲就跑遠了。馬氏眼瞅着天黑了，始終沒等來送飯的李才文。她看出來丈夫張小生又對自己很懷疑了，於是她趕忙解釋：“相公，我看大概是因為縣衙有事脫不開身，那個李才文才沒能來送飯。你別急，一會兒那另一個你就該回家了，到時候是人是鬼，不就更能弄清楚了嗎？”一提到這兒，張小生和馬氏又都緊張了起來，既盼着呢另一個張小生出現，又害怕他出現。怎麼？萬一真是一個鬼魂，那就太可怕了。夫妻倆就這麼乾等着，一直又等到了3更天，沒有動靜，連只野貓都沒有進家門。迷迷糊糊的，兩個人似睡非睡，等到了5更天。突然一聲響亮的雞叫，把夫妻倆吵醒了。再一看，窗戶紙已經發白，天快亮了。馬氏口中的另一位丈夫張小生啊，是一夜都沒有出現。張小生這回可氣壞了。好啊，馬氏，你可真夠穩當啊，戲演的跟真事兒一樣，夠個影后的資格。那時候還沒有影后呢，連電影都沒有，就說是這個意思吧。馬氏呢，還是堅持自己的說法，大呼冤枉。張小生不管那麼多了，既然馬氏不承認，我到縣衙去告狀。县太爺正在後堂逗蛐蛐玩呢，忽聽有人擊鼓鳴冤，心中有些不悅，換好官服來到前堂。縣令秉正歸坐之後，一拍驚堂木，升堂問案。下面所貴何人，有何冤情？聽完張小生的講述之後，縣令就問張小生帶了多少銀兩。張小生說沒有銀兩。縣令怒了：大膽刁民，無事擾亂公堂。師爺，王師爺，哎，王師爺呢？有人告訴縣令說王師爺今天請了病假。縣令一撇嘴，真是懶人病多。那好，你們將這搗亂之人給我轟出去就得了。說完站起身，扭頭回後堂。縣令繼續逗蛐蛐去了。張小生被亂棍打出，邊往家走，這才想，哎呀，想我張小生是皇上欽點的探花，馬上也該上任縣令了，今天卻被這狗官亂棍打出，真是氣煞人，羞煞人吶！到家他就病倒了，一連幾天吃喝不下，張小生奄奄一息。妻子馬氏堅持着，挺着大肚子前去城東請郎中，結果這唯一的一個最好的郎中出門去搶救病人了，馬氏只好先回家。半路上碰上一個叫花子，向馬氏要施捨。馬氏心好，一摸袖筒，有2吊铜錢，毫不猶豫取出1吊錢給了乞丐。沒想到這不是一個普通乞丐，他一眼看出了馬氏正在倒霉，丈夫臥病在床，即將死去。我可以救你丈夫的命。馬氏抱着一線希望，將乞丐帶回家中。就見這位乞丐趴在張小生的枕頭邊，耳語了幾句，然後為張小生吃了一粒褐色藥丸。時辰不大，
張小生上吐下瀉，病好了一大半，然後又喝了一碗小米粥，精神好多了。乞丐這才悄悄給張小生出了一個好主意，教他如何抓住那個夜晚出現的假張小生，然後乞丐便飄然而去。第二天，張小生背起行囊，告別了妻子馬氏，再一次離開家，專挑大路人多的地方走。出了縣城，張小生並沒有走遠，他貓在一片莊稼地裡躲着。到了掌燈時分，又悄悄轉回家中，藏在偏房裡等着。鼓打3更，果然有人來了，正是那個假的張小生。真張小生非常害怕，怎麼呢？因為這位跟自己長得一模一樣，難道真的是鬼變的？真張小生炸着膽子，怒吼了一聲。真沒想到，這假的張小生做賊心虛，膽子更小，應聲癱軟在了地上。等綁起來這假張小生之後，這位知道裝不下去了，只好如實交代。只見他伸手，先是揭下了面皮，原來他是戴着人皮面具。借着燈光一看，真張小生和妻子馬氏都是大吃一驚。王大生、李才文，怎麼回事呢？前者咱們說的張小生的同鄉落榜舉人王大生，因為船漏水與張小生同時掉進了河裡，完全是王大生的陰謀。因為他在早前曾經見過張小生的妻子馬氏一面，對馬氏就念念不忘。當時他們在回家路上一同過黃河，王大生就安了歹心，故意把船弄了個洞。他知道張小生不會水，而自己水性極佳，所以當張小生落水之後，他看張小生被水沖走了，認為張小生必死無疑，這才游到岸邊，獨自回了老家，然後利用自己的易容之術，假扮張小生，每天晚上睡在馬氏身邊。白天他又跑到縣衙找了個師爺的差事。每當白天家裡有事情的時候，王大生就不戴面具，假裝是張小生在縣衙的屬下，來找馬氏。所以馬氏剛才開口叫他李才文。扭送縣衙之後，那位縣令大人也很生氣。雖然他是個貪官，但是還不算太昏。既然真相大白，案情明了，只見縣令一拍驚堂木，嘟！好個大膽的王大生，你連本縣都騙了好幾年啊，簡直是罪不可恕！充軍發配，永不許再回原籍。剛發配完了王大生，馬氏便開始肚腹疼痛，又產下一子。等馬氏坐完月子，張小生一看回家來的日子也不短了，得趕快上任去了。於是帶着妻子馬氏與2個兒子到南省赴任縣令。後來馬氏又給張小生生了3個女兒。張小生官運亨通，一直做到了兵部侍郎的職位。